一辆豪车飞驰而过，溅了眼前男人一身泥水。而接下来司机的做法很侮辱人，他不但没有下车道歉，反而从车里扔出50元钞票来，侮辱乡下的男人，接着驾车飞驰而去。虽然侮辱性极强，但好在伤害性不大。一穷二白的男人放下了尊严，弯腰捡起了脏水中的钞票。男人名叫东方树，是一名乡村老师。他来到劳务市场，在路边求职家教的工作。不久，从豪车下来一个富太太。富太太看了看男人的教师资格证，然后问道：“你是求职还是午休啊？”“求职，求职。”“你就没有干净点的衣服？”见男人没有说话，富太太说：“你身上太脏了，我怕弄脏了我家的环境。”接着转身就要离开。东方树见状，急忙叫住他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穿得干净整洁，给您的孩子认真补课。”富太太觉得男人比较憨厚老实，才勉强答应了他。这是他第一次来城市里，没想到却碰到了自己的女儿。他不但没有喊住女儿，反而直接装成乞丐跪在路边，因为他怕女儿在同学面前丢人。然而女儿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然后回头莫名地看着他。他没有认出自己的爸爸，但还是拿出几块钱放在了他的面前。直到女儿离开后，男人才敢慢慢抬起头。一天没吃饭的他，感觉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随后用那50元点了一碗面和2个馒头，准备吃饱饭去给富太太的孩子补课。就在这时，来了2个可怜的小孩。东方树见状，没有丝毫迟疑，把买饭剩下的钱给了2个无家可归的孩子，然后赶紧来到超市，想买块肥皂洗衣服。可没想到城里的东西太贵了，在他不知如何是好时，老天却给了他一个大惊喜。没有钱没关系，这是赠品，你可以回去先试用，合适您再来买。赠品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免费使用。随后他高兴地来到河边，把自己的衣服洗了8遍，然后穿着还没干透的衣服来到富太太的家中。富太太见他还是穿着这身破烂衣服，感到特别的生气，说早知道就不让你来了。富太太一脸嫌弃地回到屋内，拿来雨衣让男人穿上。东方树为了给女儿凑齐学费，也只能答应富太太的要求。就这样，东方树穿厚厚的雨衣来到了男孩的房间。他一看孩子长得虎头虎脑，就知道不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。他没有急着给孩子上课，而是说现在贫困山区的孩子饭都吃不饱，穿的衣服都破破烂烂，他们都在努力刻苦的学习。你现在条件这么好，不好好学习，不好好珍惜，对得起你的父母吗？说的男孩心中懊悔不已，眼泪哗哗的往下流。就在此时，富太太来到房间，发现儿子哭得梨花带雨，她不分青红皂白，对着东方树质问起来：“我叫你教我儿子读书，谁让你把他弄哭了呀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缺德呀？”旁边的儿子听不下去了，说：“妈妈讨厌。”“什么？你说妈妈？”富太太一听，以为男人把儿子教坏了，对男人说：“这才多久啊，就把我儿子拉进了坑里。”接着就让男人赶紧滚蛋。东方树也不想继续和这无知的妇人纠缠下去，大步的朝门口走去，却不料碰上了自己的女儿麦丽。麦丽的生父死得早，在麦丽8岁的时候，妈妈就和东方树在一起了。可麦丽根本不喜欢眼前的这个爸爸。“这是我女儿麦丽哦，叫东方树叔叔。”妈妈把手表送给心爱的东方树。麦丽看后，直接把妈妈拉到院子里，气愤地对妈妈说道：“我不许你把手表送给别人，你把它要回来。”“为什么呀？”“因为那是我爸爸卖3田的手表。”东方树感觉很无奈，只能把手表还了回去。但最终妈妈还是和东方叔领了结婚证。麦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跟东方叔叔就是一家人了，你能叫他爸爸吗？他虽然没有开口叫爸爸，但也只能委屈地接受。这天妈妈送麦丽来学校，老师却对她说，麦丽现在的成绩是全校倒数第2，因此东方树决定不能让麦丽住校，每天往返2个小时的山路接送麦丽回家，顺便帮麦丽辅导功课，一定要把麦丽的成绩提上去。从此东方树每天早上送麦丽去学校，下午麦丽放学，他又把麦丽接回家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时间在悄悄改善他们父女的关系。可麦丽依然从未喊过东方树一句父亲。即使如此，东方树没有生气，依然尽一个父亲的责任，一家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好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麦丽的妈妈被查出了乳腺癌。很遗憾地告诉您，您可能得的是乳腺癌，并且已经转移扩散了。医生的一段话彻底击溃了他心中的防线。此时他无比的难受，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为了给妻子治病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还欠了很多外债。可昂贵的医药费让他无力承受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。护士长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也不能给我妈妈停药啊！不是我不给用药，这是医院的规则。可我就这么一个妈妈了。最终妈妈没有抵过病痛的折磨，遗憾地离开了人世。妻子走后，东方树依然坚持接麦丽上下学。一眨眼10年过去了，麦丽也从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，她的学习成绩也非常的优秀。而东方树依旧每天接送麦丽往返学校，但麦丽始终没有开口叫他一声爸爸。这天突降大暴雨，东方树冒雨把麦丽送去了学校。就当他准备回家时，突然听到一声陌生的呼喊爸。他用了10年的日复一日，终于等来这个久违的声音。路上小心啊！
一张沧桑的脸在雨中笑容绽放。自此，父亲这棵大树站立在天地之间，在父亲的眼里，天更蓝了，山更绿了，笑呵呵的，心比蜜还甜。有一天，校长帮东方树找来了一个相亲对象，女人是一个做生意的富婆，有车有房有钱。富婆见了东方树之后很是满意，可东方树面对这么好的条件，断然的拒绝了，说看你打扮的花红柳绿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女人气得站起来，说那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校长找到东方树，质问说怎么能骂对方不是好东西呢？你这不是胡闹吗？东方树接着说之前是没办法的，再说麦丽上大学这是一定的，在这个时候我真的不想考虑个人问题。麦丽听到爸爸的话后，伤心的流下泪水。父亲为了供自己上学，不惜牺牲了他下半生的幸福。父亲的工资不高，除了要给妻子治病，剩下的钱还要交麦丽的学费，生活上还有很多开支，这点钱根本不够用。为了能省钱，早餐就只买一碗给麦丽吃，自己不吃早饭去上班。麦丽见后特别感动，她挥手和爸爸再见，不知如何表达父亲对她的恩重如山。她只有好好学习，以后才能好好的报答父亲。很快，麦丽顺利的考上了大学。为了能减轻爸爸的压力，麦丽在放假期间做兼职工作，在炎热的夏天穿着羽绒服当了模特。随后又来到富太太家保洁打扫卫生，但富太太却经常指责和刁难她。上次你说打扫好了，可后来我用纸巾在地板上擦了一下，发现纸巾仍然是脏的。你看，此时爸爸却为了给女儿多赚些学费，来到城里给富太太家的孩子当家教，而富太太对爸爸十分不满意，指着鼻子让他赶紧滚。就在他大步往外走时，正好碰到了麦丽。麦丽看到爸爸的这身打扮，她知道这又是富太太弄的，气得脱下爸爸的雨衣，拉着爸爸离开了这里。爸，你怎么会在他们家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你为什么在他家？不好好在学校学习，为什么出来工作？与其说父女俩都在互相指责对方，倒不如说两人都心疼彼此。麦丽看着一脸蜡黄的父亲，心疼的流下了伤心的泪水。这天，麦丽高兴的打电话给父亲，可接电话的却是校长。我又拿到1等奖学金。校长听后为麦丽感到高兴。我爸爸没来上课吗？哎，你爸呢？原来父亲为了给麦丽攒学费，长期省吃俭用，每天都吃着没有营养的饭菜。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，他突然晕倒在了教室里。麦丽知道爸爸为了省钱给他交学费，每天吃着没有营养的饭菜，才导致的营养不良，于是找老师提出了退学的申请。第二天，麦丽的老师打来电话，问麦丽为什么要退学。校长说明了麦丽的家庭情况。没过多久，在了解麦丽的具体情况后，老师向学校申请了贫困学生入学放宽政策，特意来邀请麦丽回来继续上学，并免除了全部的费用。听到这个好消息后，麦丽激动地和爸爸拥抱在一起。很快，麦丽以良好的成绩毕业了，并且来到了大公司上班，工资每月都是5位数。没想到这天父亲又突然晕倒了。麦丽问医生爸爸为什么会经常晕倒，医生这才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。原来爸爸为了给女儿交学费，时常会来到医院卖血赚钱，而每次爸爸都会把票据扔掉，怕麦丽知道。麦丽知道事情的真相后，放弃了高薪的工作，她要回家陪在父亲这棵大树身边，因为她知道工作有很多，可以随时再找，而爸爸却只有一个。